已打开灯。试试说：小度小度，打开阅读灯。你第一个奖励个大嘴巴子，来过来，来第一个奖励个大嘴巴子。22号去酒吧没见到我，今天20几号？小度，我在哦。今天什么是？刚才说了什么呀？你也可以试着我在哦。今天星期几？今天是星期六。24号。22号我好像在啊。22号我应该在吧？无所谓，没看着就没看着吧。被人超 nice， 那我是给人感觉不 nice 是吗？感冒了，有点感冒了，给你们感觉我是一个我是炎亚纶吗？哎呀，可能是陈思诚。陈思诚怎么了？陈思诚是有什么故事吗？哎呀，惠州今天发布暴雨黄色。陈思诚不是跟吴亦凡一块儿的吗？陈思诚和吴亦凡一块儿的，你认识陈思诚吗？你知道陈思诚是谁吗？他俩都不是一个年代的人，怎么会在一起呢？宝贝在干嘛？刮胡子了，对，刮胡子了。小度，放一首轻音乐。轻音乐 Isaac Shepherd Gentle
粉丝团不能免，无所谓啊，大家就是什么粉丝团、粉丝牌不粉丝牌，我本人我是不在意这些东西的，我是一点都不在意这些东西。你在意我呀？你看这哎呦我的天！哎，感冒了，多喝水，感冒多喝水。没之前有胡子好看啊，将就看吧，要不然你就把直播关了也行。头发没剪。各有所爱，哎呀妈，哎呀妈！这不是苹果，这是什么？在哪儿呢？我在惠州呢。竹桃不好吃，我喜欢吃那个桃子，我喜欢吃那个，就是那种水分比较大的，然后就是软软的那种啊。不好喝，跟苹果没什么区别。我喜欢吃那种。我前任喜欢吃水蜜桃，我记得我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就知道他喜欢吃水蜜桃。那个时候我俩还没在一起，然后我就是给他就是点那个美团。后来我跟他分开了以后，然后我去挽回嘛，我想挽回一下，然后我就去找他了。找他以后，然后我就拿了一袋桃，好像是，然后就站在门口，我站在他家门口，然后我就敲门，然后他问谁啊？我说送外卖的，我就当个外卖员。惠州荔枝应该便宜。我在酒店里，然后他有一个欢迎水果。我平时就是可能因为我自己做酒吧的，然后就是会有果盘嘛，所以我就有点吃腻了，你知道吧？就是平时是不太想着吃水果的人，就因为喝酒的时候一定会有果盘，所以就吃腻了。就像我们之前，我们酒吧是有那个鸭货的，就是我现在就从来不吃鸭货，因为我吃够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那个厨师会卤鸭货，然后就每天卤很多。
然后卖不完，然后就员工就吃。然后那段时间我还在那个店里，因为那个时候刚做酒吧，就每天跟员工吃啊，我的天，就是吃鸭货吃到就是对很辛苦，我觉得。今天不上课，今天给大家再讲个故事。再讲个故事。这个故事其实也我也给大家讲过啊。就是我说这个故事呢，其实这个故事要比就是前2天那个故事还要庞大啊。我给大家讲一个那个故事啊。小度，我在哦。放一首蔡健雅的《达尔文》。亚森，蔡健雅，达尔文。小度，放一首好的呀，小度为你奉上海莱阿木带来的《别知己》。小度，我在哦。放一首不要理我。于仙儿，你能不能不要离开我？小度，放一首不要理我。小根号，不要理我。小度，我在呀。放一首爱情转移。陈奕迅，爱情转移。怎么不播呀？小度，我在呀。放一首达尔文。亚森，蔡健雅，达尔文。好了，给大家讲一下就是新的故事啊。我每次讲故事，我觉得就是人气就挺高的啊。那再给大家讲，稍等一下啊，我看一下微信，1秒钟。小度，我在呀。放一首单车。陈奕迅，单车。小度，在哪？放一首吉他版的单车。走路剧三圣村，单车。小度，放一首爱情转移。陈奕迅，爱情转移。好。今天给大家讲的故事，其实很多人也听过。小度，声音小一点。好的，已经为你设置音量到25。这个故事其实我们正确的按照顺序来讲的话，其实是，我在拍芝麻1的中间，的时候呢。我在抖音上看到了一个小可爱，大家都知道我喜欢小可爱，我喜欢有肌肉的小可爱。然后我在抖音上看到这个小可爱，他眼睛小小的，然后个子小小的，嘴小小的，然后看着白白的。但是跟他的聊天之后呢，我就知道他其实那个时候正在服兵役。他当时在服兵役。后来跟他聊天，然后我忘记了他是不是我粉丝，但是后来就是好像就他挺喜欢我的，然后其实当时我也蛮喜欢他的。后来我就加了微信之后呢，他正好就是说他那段时间好像是要，因为他还在服兵役，他说他还有1年左右的时间啊，半年左右的时间他就要退伍了。
然后他还有个年假没休，他说他想来找我玩，我说那来啊，因为我也挺喜欢他的，当时我也单身嘛，我就说来吧，因为我也没有跟就是服兵役的人在一起过，之前因为士兵突击的原因，就对这个当兵的其实会有很大的好感。后来他就来了之后，他就住酒店，然后我就去找他。这个酒店其实是我推荐的，因为他问我说附近应该住哪儿，因为我当时在北京住在那个就是东五环左右，所以那边附近的酒店就比较少，我给他推荐了一个酒店。等我去的时候，然后我看到他个子真的很小，大概也就是在1.65米左右，甚至1.67米左右，反正就是1.65米至1.67米左右，绝对不到1.7米啊。然后就是一个小肌肉男，看着很可爱啊。后来就是当天晚上，其实我也忘了当天晚上是怎么个流程，反正就是当天晚上其实就发生了关系，他就发生了关系，我们就发生了关系。我还记得他跟我发生关系的时候，他其实还蛮青涩的，他就问我说，下一步应该怎么做，然后怎么接吻之类的，然后我就在引导他。能感觉就是我的主观视角上来看的话，他其实就是没有接触过啊，没有接触过这些东西，所以我一直在引导他。但是很意外的就是他没有说特别疼的感觉，就是我就是这个，其实我到现在我都不能就是特别好的就是消化这件事情，就是感觉他是第一次，但是他没有特别疼痛的感觉，相反我是会觉得说，他是不是就是因为他很能吃苦，因为我的大家也知道非常的 big and long， 对，我觉得一般人都会就是很痛苦，但是他就会就是非常能忍，我觉得非常能忍，非常能忍。当天晚上其实因为我不太喜欢就是青涩的人，其实我喜欢经验丰富的人，就是经验丰富的人。后来就没有，我没有就是 SHE， 我没有 SHE，就是后来就是我，虽然说他没有就是表现得很痛苦，但是其实整个过程其实非常的吃力啊，反正就是不是一个特别愉快的一次经历，但是呢确实长在我的审美上了，身材也是我特别喜欢的身材，性格谈不上了解。第二天呢，我就带着他去吃东西，第一天我就带他吃东西，第二天、第三天，我甚至就把他带到我家里住了。那个时候正是芝麻开拍的时候，他住了就是那个中途我们芝麻不停拍了10天，因为那个本来定的是小馒头当主角，后来发现小馒头演不了，所以我们中途就中断了10天，然后他就住在家里。住在家里的时候，我们就每天都是吃饭，然后玩密室，跟龙二他们还玩过密室呢，然后还那个啪，就每天其实都是这样度过的。也不是说特别好的感觉，但是不是特别坏，而且确实我就说就千言万语就一句话，就是外在是我喜欢的类型。但是我记得他有一次我们跟龙二，然后好像是还有小薇吧还是谁啊，反正我们就一起去玩密室的时候，我就发现他有一点点就是让我难以接受的点，就是可能他在那个环境里边，所以他很多事情他都勇往直前。但玩过密室的人都知道，就是密室它其实是
有很多机关的，它也有很多的规则，比如说密室你在玩的前期，人就会告诉你说，头顶之上是没线索的，不要硬拽不要硬拉硬拽它的机关或者门，你打不开就是打不开。但是因为他可能是正在服兵役，所以他脑子很直接，就是他就去拉那个门就是他明明是机关，他要破解那个门，他就非得拉那个门。在我眼里，就是我会觉得这个人好像脑子不好。然后你比如说就是人家都告诉他说上面是没有线索的，他就非得爬高。你比如说就是没有地方爬的，因为他在服兵役，所以他的行动能力是特别灵活的，所以他就直接爬墙。然后监控里边工作人员看到这种就是情况的话，我是能理解的，因为我知道他是怎么样一个状态一个身份，但工作人员就会觉得这个是一个对，就是一个挺神的一个操作。然后我在旁边我就会觉得很惭愧，然后我就说你别爬着之类的，但是我还拦不住，他就有点跃跃欲试，他还想爬，我就有点就会觉得非常的没面子，你知道吧？然后玩完密室以后，对，我会非常尴尬，就是因为我也能理解，但是我就觉得说这种情况的话就是很尴尬，旁边的人也会觉得很尴尬。然后玩完密室以后，然后我们就去那个喝酒的过程当中，我就说你能不能喝呀？因为龙二是个酒鬼，就是我跟龙二，我这几个男主角啊，你看一个龙二一个龚大虎，我觉得我们仨其实都是酒鬼。我喝不过龙二和龚大虎，他俩其实都比我能喝。你看我做酒吧的，我的酒量绝对没有他们好。然后我们就在那喝，然后龙二啥事没有，我都有点多了。然后这小子，我就跟他说，我说你能喝酒吗？他说能喝酒。结果没到2瓶他就不行了。然后我就说那你先回家吧。我就把那个就是密码告诉他，然后就是让他先回去休息。那个时候其实就已经在代表就是说，我已经信任他了。然后龙二他们还就觉得什么时候谈了一个人之类的，就这么放心让他回家之类的。但当时其实我心里是就觉得说想谈。后来他回去以后，然后就睡觉嘛。第二天白天的时候，就是我们好像他醒了之后，然后他在弄我这个人呢，其实是不太喜欢我在睡觉的时候别人摸我的那个brother 的，我是不太喜欢别人睡觉的时候碰我的 brother， 因为我会非常的难受啊。别人一碰我的 brother， 我其实身体就直接能感受得到，所以我就非常非常难受，会非常的那个就是非常非常就坚挺嘛，所以说就是非常非常累啊 brother， 对，非常的就是会很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就是有人会那个就是喜欢握着，但是我其实别人一握着我就睡不着，对。然后呢，但是他就喜欢握着，然后其实我就有点生气，因为我就是睡不好，我就有点就是闹脾气。但是紧接着，然后我俩就又这样了然后后来呢，就是因为这一次是成功的一次，前2次好像都没太成功，这一次就直接成功了。而且这一次我还拍了视频，这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拍别人视频，就有点像炎亚纶的操作。反正我就拍了视频，然后其实挺满足的，就是挺和谐的，我就觉得整体的过程当中是很和谐的。更确定了我要跟他就是
更确定了我要跟他就是想跟他接触的这种意向嘛。然后紧接着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我就觉得就是我的生活当中就是像电视剧一样，就是你刚看到美好的时候，就一定会给你一个转折。这就是为什么你们不理解我说为什么我的剧都那么戏剧性。其实这个不是戏剧性，这是真实的。就当时我都决定我就是想跟他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时候，因为俩人就是完了之后就在那块栽位着嘛，然后他就在我旁边栽位着，然后我就就是很随意的我就拿起他手机，然后我就问他说，我说你手机密码多少啊？就是我其实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思想的一个动作，我就说你密码多少，然后他紧接着他就告诉我了。他紧接着就告诉我了这个密码，然后我就在那块翻嘛，我就是在那块看他那个手机相册之类的。后来就翻到了那个就是微信里边，其实我忘记我都看到什么了，但是我看到一个人的头像特别像 gay。这个其实看到一个头像像 gay 的人，我其实按照你们的理解其实没什么，但是你们要知道，其实他跟我之前说的是他没有接触过圈子里的人。但我的思维当下其实我就应该问他，我说你没接触过圈子里的人，你怎么认识我？但是我当时我没问，我就是有的时候就是不在意的东西你就不会去想嘛。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头像像 gay 的人，我就直接点进去了。点进去以后，然后我就看聊天记录，就看到了一些内容。然后我紧接着我就问他，我说这个人谁呀？我说你不是没接触过圈子里的人吗？里边的聊天记录大概就是说，我要去找你，然后见你最后一面。我看到的内容是这样的，然后里边会有一些纠缠，就是说这个就是跟我见面的这个人问他说你为什么不接我电话，或者说什么时候能再见一面之类的。反正就是里面传达的意思就是我要见面的这个人，就是跟我见面这个人要去见他，然后他要见的这个就是跟我见面这个人要去见别人，见的这个人他在哈尔滨，然后呢感觉就是跟我见面这个人非常喜欢这个他要见面这个哈尔滨的这个人。我就问他，然后他跟我的解释是说，我撒谎了，你不是我接触的第一个人，这个人是哈尔滨的，他非常喜欢这个哈尔滨的，然后曾经拿出了一点钱借给哈尔滨的这个人，这个人也是个主播，然后现在就是这个哈尔滨的这个人不还他钱，所以他一方面还爱着他，另外一方面呢，他希望把钱要回来。我说那你说为了我来北京是怎么回事？因为我看到他的那个说要去哈尔滨的日期是他来北京的日期。我说你是不是本来打算去哈尔滨，但是他没见你，你中途决定来北京的？他说是。就等于就是说等于说是什么呢？就是我在网上认识了一个服兵役的一个小孩，然后我觉得他很单纯，然后很直接，然后很可爱，身材很棒，然后他跟我说我是他第一个的人，而且是他接触的第一个圈子里的人，我都相信了。当我决定我要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偶然间发现他的聊天记录里，其实他在我之前他接触了别人，而且他很喜欢这个人，然后他也为他付出钱。他其实来北京这一次来找我，其实是他本来打算去哈尔滨去找他，然后
我当然我会不开心啊。我觉得我其实我不开心的点是在于什么呢？我觉得人都有秘密，你可以保守你的秘密，但你不要撒谎。就是我觉得没必要撒谎，因为就是你们知道吗？你们知道你们一生当中要遇到多少人吗？我甚至都不知道我这一生可能还要遇到多少 gay， 还会有多少情感在等着我。所以就是我觉得撒谎是一个非常无语的一个行为，就是反正我的人生当中，我会觉得说每个人他出现的时间、地点甚至时长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为什么要撒谎呢？它能有多重要？或者说你没有勇气去说出来这些东西，你隐藏就好了。对啊，你隐藏就好了，你为什么要撒谎呢？而且你是不是你在圈子里接触的第一个人，有这么重要吗？你为什么要撒这种谎呢？我觉得他撒谎的点我都不太懂，因为这个事儿我其实对他的好感度就下降了啊。我就对他的好感度就下降了，但是我还是说，我当下其实我脸就变了，然后我也没有就是没有跟他大吵，因为我觉得犯不上啊，因为我觉得就是人家只是撒了个谎，你要认真，就是说你好像你很在意似的，我只是讨厌撒谎的行为，我没有特别在意这个事情。所以就是我就说啊，我说那你以后不要撒谎。然后其实虽然说我说我不在意，但是其实我的表情已经控制不住了，就是我已经就是从原本的就是宠着他像宠孩子一样的一个状态，到后期我就是比较，也不能说冷漠，就是比较理性啊，比较理性，然后就是没有太多的笑容。然后紧接着我们就去看了一场电影，看完电影以后，我就是睡觉吧。他说你是不是生我气了？我说没有，我说不至于，我说我没有那么在意你。这句话是真的，我说我没有那么在意你。你说我还是那句话，我只是对你失望了，我只是对你撒谎这件事失望了。就是原本我其实也没有多期待你，所以我没有那么生气，也没有那么伤感。我只是就觉得你怎么可以撒这种谎？就是我不知道怎么理解，就是我对一个人失望了，不是对一个，就是我对这个事情失望了，我不是对你这个人就是生气了。能懂吗？我说我其实真的不在意，我说你赶紧睡觉吧。他听到这句话以后，然后他就想出去住。我说那个不至于吧，我说你该在这住呗。他说那我就出去住了。然后紧接着他就收拾东西，然后他就要出去住嘛，然后我就我有点发火了，因为大半夜的你出去住，我就觉得。好的，欢迎回来啊！我刚才那个接了个电话啊。好，我继续往下讲啊。然后我就蛮生气的啊，我就说你别闹了，小度，声音小一点。我说你别闹了，我说你那个。你别好像你委屈似的，你要搬出去住，我都没让你出去，你在那会作什么呀？他听到我说这句话，然后他就不敢再折腾了。然后他说那你还他就问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那你还喜欢我吗？我说我怎么喜欢你啊？我说这种事情是我马上原谅我就可以装出来的吗？我说我装不出来啊。我说就是如果说是这种问题的话，就是我对你的好感清零了，那
再接触呗，对不对？你以后不要撒谎了就可以了。他听到这句话还是决定离开，还是决定离开，就这样他就离开了，我真的没有生气，我其实就是没有生气啊，我情非得已。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这个人非常讨厌撒谎。为什么我讨厌撒谎呢？我先中间插一段啊，我为什么讨厌撒谎？因为我觉得撒谎的人其实就是无能的人，我其实喜欢有能力的人，有本事的人。所以就是一个人撒谎，我就觉得这个人其实很弱，我讨厌这种人。你撒谎了，我就对你这个人的好感度下降了。我不是说对你，就是因为本来就接触了几天，而且大家知道我是见多识广的。我其实真的见多识广的，我接触很多人，我觉得我不会对就是一个接触2-3天的人有太多的好，就是那种感情之类的，所以我更多的是在意这件事情。你确实是这样，有什么撒谎？你确实是这有什么撒谎的呢？你说我吗？就是我还是那话，就是我对很多的事情我是比较理解，就是比较理性的，所以很多事情我其实是没有用力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不会有什么期待。就是可能对于你们来讲的话，恋爱可能2-3天，你们爱的要死不活的。对于我来讲的话，就是我其实对感情非常理性的啊。我继续往下讲啊，后来就走了。走了之后呢，其实我忘了有没有微信，反正就是他走了之后也会跟我联系，说他到了呀，怎么样？然后他说那个回部队了，没有那个去哈尔滨之类。我说好，那你小心之类的。后来其实我们断断续续的会有聊天，但是其实就聊的不多了。直到后来我不就拍了芝麻吗？拍了芝麻之后，然后就是火了按照常理了，就是你们说的话，就是火了之后呢，然后我又接了一个酒吧，我就来深圳了，从北京来深圳了。从北京来深圳之后呢，其实我就开始了创业的一个道路嘛，那大家都知道。然后那个时候就是我又接触了另外一个小孩我又接触了一个小孩啊。这个小孩呢，他其实是粉丝来的啊，他也是粉丝来的。然后呢，就是他是灰当时呢就是灰，你们灰酱你们知道不？灰酱你们知不知道灰酱。当时是灰来我这儿就是帮我嘛，然后他就是那个就是不是大鹏，是是另外一个啊，灰酱来我这儿上班嘛，然后他就当时呢，我再顺便延展一下，就是灰酱来我这边，我们再讲一下那个灰酱的事啊。灰酱其实跟我认识是在那个18年、19年的时候，当时我有一个就是17年的时候，当时有一个就是北京的一个比较有话题性的一个圈子里的活跃的人，然后他跟我玩挺好的，然后他就说他挺喜欢一个主播的。我说谁呀？然后他就说是灰酱。然后我就在那个就是当时在咸南家，我就看灰酱直播。他说你认不认识？我说我认识。他说我挺喜欢的。我说那我去帮你追啊，因为我跟灰认识的更早的，其实灰也是属于粉丝吧。然后他就在网络上看到就是我的一些短片，跟我回家之类的。然后灰从初中从很小的时候他就喜欢表演，所以他就一直想着说他也能拍电视剧。所以那个时候我身边有一个，大家还知不知道有一个，就是我身边有个10亿的大佬，当时就是也跟灰认识，然后
11的大佬就是说那个你有个粉丝想见你，我就没见灰灰，但是那个时候我就知道灰灰这个人。后来灰灰看到我，因为北京的一个朋友去他直播间了，然后那个人追他，然后灰灰就说那行啊，如果说百里屠夫能加我微信的话，我就就是怎么样，反正就是给他一个机会之类的。后来我跟灰灰就加了微信。再后来呢，灰灰其实在北京，就是那个北京的那个朋友就一直想推灰灰，所以特意请我吃的饭，然后让我带着灰灰演戏。再后来我带着灰灰演了一个小短片，然后不温不火。然后后来灰灰没有工作，我又带着灰灰，因为当时我就有很多应酬，然后北京也流行租车，那个时候我不会开车，我就说让灰灰当我的司机，每个月给5000块钱。好的欢迎回来。我因为有一个电话我一直就是打扰到这个我给大家讲故事啊。那个刚才有人说5000块钱太少了，5000块钱太少了。你在哪个城市啊？你5000块钱太少了。如果我跟你说他每个月大概只接我大概五六次，我给他5000块钱，少吗？就相当于一次1000块钱，你觉得少吗？我不知道你的消费能力啊，我可能我直播间有很多富二代啊。来，我继续往下，就是对情非得已说的，情非得已说的非常明白。其实我就是变相的给他钱，因为我其实就是觉得说，一是他是我朋友喜欢的人，第二点呢，我就觉得说，因为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大家，晚上就是不好意思晚上那个有一个那个货物有一个货物这个给大家讲当时呢就是变着法儿的给那个灰灰一些零用钱之类的后来灰就是我开店以后，因为很多员工都是之前这边的员工，所以我就想身边要有自己的人。后来我其实思前想后的话，其实那段时间我就跟灰灰整体接触下来，我就觉得灰灰其实按照我的理解就是不太上进的一个人。他眼里可能只有那个唱歌还有那个演戏，我觉得他好像不太适合那种就是做创业的这种一个状态。所以当下我其实有点犹豫，但是确实缺人，所以我就跟灰灰说了，我就说那个灰灰你过来帮我。然后灰灰当时呢就是跟我说家里有事儿，灰灰说我家里有事儿，我去不了之类的，我还挺遗憾的。我说那好吧，但是其实我心里知道灰灰啥事儿都没有，他可能就是不想过来他就想拒绝我，所以我也没追问这个事情。直到后来我在我的那个朋友的朋友圈里边，我看到灰灰的身影。我那个朋友去海南玩，然后里边有灰灰跟我说家里有事儿，紧接着你说这个谎撒的是非常没有水平的一个谎。他说家里有事儿我说去不了，然后紧接着我就看他跟我朋友出去玩了。当时我心里我就有点不舒服，因为我就觉得说就是我会觉得不行，这个有点蠢后来就是我酒吧就开着过程当中，紧接着灰灰又主动说想来了，然后我也就确实缺人，我就说那你来吧，你来吧，然后我就让他来了之后呢，
我就跟灰灰说，我说因为灰灰我一直都觉得他喜欢其实喜欢文艺这一块，所以我就跟他说，我说灰灰呀，我说你跟我好好创业，我说因为我今年我每年基本上都会出一部剧嘛，我说你跟我好好创业，然后咱们把店做起来，咱们店做起来以后才有钱去拍东西。我说拍东西的时候你就跟着，你别嫌弃角色的大小，因为你热爱这个东西。我说第二点呢，我说你在北京也有几年了，也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感情，也没有特别好的发展。我说你跟着我呀，现在我每个月给你开工资，那个时候灰灰我每个月给他开将近1万左右吧，1万多一点。我说给你开工资，然后你做店长，你基本上大活不用，你就跟着管理就行。你要不会管的话，你跟我说，我教你怎么管。再有一点，我说灰灰啊，我说你年纪不小了，要好好的处理自己的未来。我说你也要好好找个对象，这个对象呢要对你未来有帮助，不要就是说处那些乱七八糟的人，把自己的名声搞坏了。我说我就拿你当亲弟弟一样，我说你谈恋爱一定要跟我说，我给你把关，或者我有合适的我给你介绍，一定让你过得像模像样的。我就这么跟他说我就这么跟他说。然后他说好，主播作为男朋友属于说教一类的，其实不是的啊，我跟男朋友基本上不说话，我跟男朋友基本上不说话啊，我只是就是说，因为灰灰年纪小嘛，而且他一直都，你看我又给他钱花，对不对？那我说他2句，其实我觉得应该的。后来紧接着，然后灰灰就在这工作嘛，工作之后就我跟他说完之后啊，然后我就听说他谈恋爱了。谈恋爱的人呢，是那个我们新来的员工，是别人告诉我的啊，他谈恋爱了，是我们店新来的员工，是个服务员。我当下吧，其实我就挺生气的，但是呢，我就没办法说，你知道吗？就是因为自由恋爱呀，你是不是？你又不是人家爹妈，对不对？你自由恋爱，我没办法管。但是在这之前，我跟灰灰明明说的是，我说你要好好的选一下未来的男朋友，我说对你的未来是非常有帮助的。咱们别说那个就是大富大贵，但其实就是你知道不同的圈子的人对你的影响是不一样的。我说我帮你挑挑，我帮你选选，结果他偷着就把这个恋爱谈了，结果还是我们的服务员。但我又没法说，我知道这个事儿，我又没办法说，因为人家都已经在一起了，我能拆散别人吗？对吧？但是我这个事儿吧，我就觉得灰灰没脑子呀，就是给他好牌他都打得稀巴烂，我当时我就是没办法说。对这事儿也不怨灰灰，主播应该直接表白。情非得已，你好像听岔劈了啊，我跟灰灰啥事儿都没有啊，你再往下听一听，你别那个就耳朵就是你的思维可能有点不太好啊，我继续往下讲啊。就是灰灰就谈恋爱了，谈恋爱之后，然后我就没管，然后紧接着呢，灰灰呢，那个就是他的就是我们店的那个就是那个处的服务员的男朋友啊，就是灰灰不是谈了一个我们店的那个男朋友嘛，然后他带了一个顾客，那个时候他那个灰灰的那个男朋友当时还不是我们店的服务员呢，但是呢，他带来一个顾客，是一个戴眼镜的一个小可爱啊，戴眼镜的小可爱啊，那个戴眼镜的小可爱就是也是我的粉丝
非常可爱，白白净净，有点小胖。然后我最喜欢的，你知道我有一个癖好，我特别喜欢别人穿三叶草的运动裤和运动短裤啊。又是你的粉丝，对，我就是炎亚纶呐。然后看到这个小孩以后，他来这喝酒，然后他看到我很激动，我看到他我也觉得很可爱，然后他又在这块买酒，当时买的酒又不便宜，大概就是1000多块钱的洋酒。你知道，就对于这种小朋友，他能买1000多块钱的酒，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我会有一点感动，就是我会有一点的感动，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的感动，就是他可能真的是因为就是你的粉丝他想支持你，我就会有这种感觉。后来他就没买这么贵的酒了，他开始买那种就是便宜的酒了。但是呢，他第二次来的时候，我就挺喜欢的，当时也是单身。然后他就喝多了嘛，喝多了，然后我们有第二场，我们要去就是去那个就是一个烧烤店，我们去吃海鲜，结果这小子呢就喝多了嘛，就吐在桌子上了，你知道吗？这一个人你知道，就是你吐地上我都无所谓，但是他吐了一桌子，因为他在这块趴着嘛，我就在那块照顾他，然后我们正在那喝酒呢，他就吐了一桌子，你知道吗？但奇怪的是我没有觉得恶心，没有觉得恶心，然后我就像一个老父亲一样，我说怎么了宝，没事吧？然后我就开始给他擦，然后我就处理擦，然后就整个过程当中非常的就很奇怪，我当下我就觉得那可能真的是喜欢吧。然后他甚至还觉得他吐的时候就是好抱歉的感觉，然后就觉得很可爱。对，当时我就觉得真的是也是我的菜啊，也是我的菜。后来我就因为他喝多了，然后他又喜欢我，我就喜欢他，然后就把他带到我家里去了。然后因为喝多了什么也没干嘛，我不会在别人睡觉的时候抢入之类的，我不会。后来就是等他醒，就是第二天等我醒过来的时候，他还没有醒。然后我就看到他有一点就特别吸引我的点，到现在我都觉得特别吸引我的点，就是他睡觉的时候他是笑的耶，他是笑的耶，他就是睡觉的时候他都笑哎，这是我很少见，因为我睡觉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凶的，就他是笑的，就是会嘴角往上扬的那种，就很美好啊，很美好。后来呢，就是跟他等他醒了之后，然后第二天他就走了，没过2天他又来喝酒了，然后又住在我家了。住在我家以后，然后就是他就说他把工作辞了，你知道吗？第二次去我家的时候，他住在我家的时候，他说他把工作辞了。我当下我就会觉得很奇怪，但是我又不能质疑嘛，就是因为你就工作辞了，然后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好兆头啊。后来他就说我把工作辞了，我说你为什么辞工作？他说我想那个因为他大学学的是平面设计，然后他想学的是那个编程就是你们说的那个程序员，他想往这边深造，所以说他干脆就不做那个平面设计了，他就把工作辞了，他想自学，看那个网上的那个课，然后去学那个程序这块。我说那你有钱吗？他说就是没多少钱。我说那你辞了工作，就是你辞了工作，那你租房子怎么办？他说马上就要搬出来了，可能找个更便宜的地方。我听到这儿我就知道他大概什么意思，因为我这么多年我是非常有经验的，就像这种
这种情况其实他潜在的意识就是个什么意思呢？就是他接触你之后，然后就是他就辞掉工作，然后他又说他没地方住，又没什么钱，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你这，那我也不能就是说把这个就是台阶给他撤走啊。咱们就是说，我说那实在不行的话，你住在我这儿。我说我有2个房间，我说要是咱俩合适呢，咱俩就住在一个房间里。要不合适呢，我就把你当弟弟一样，因为我对那个好学的人会比较有好感，我说那你就住另外一间，然后我就住这间。他就笑了，我说那你平时呢，你得帮我打扫卫生，然后店里忙的时候呢，你帮我去当兼职，然后每个月我给你5000块钱工资。他说好。他说好，就这样，他住在我家了，然后他每天帮我遛狗，然后我们一起吃饭，然后店里忙的时候他就帮我去店里忙活。后来果然就是发展为就是一个房间啊，就是但是奇怪的是我们一直没有啪啪。奇怪的是我们大概在一起1个月都没有啪啪。你们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觉得他穿衣服的时候很可爱，脱衣服的时候虽然说白白净净，但是有一点点胖。我其实不太喜欢胖的嘛，对吧？我不太喜欢胖的，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喜欢有点肌肉的，我不太喜欢就是纯胖的那种啊。后来就一直没发生关系。再后来呢，就是因为他毕竟是个小朋友，他比较爱玩，他就跟灰灰呀，跟那个灰灰的男朋友啊，他们就是关系处得非常好。然后他每天呢就是在家帮我做事情，然后在那边，然后每个月给他钱花，就这样。但是我其实每个月给他钱，我记得当时我每个月给他5000块钱，他还花在家里，就是他还给家里花钱，就是这种，就是你要说你给人钱了，但是人家还为这个家去付出了，所以就是反正我觉得那段时间估计他也不开心吧。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其实我对这段记忆有点模糊了。再后来呢，我们有一次争吵，有一次什么争吵呢？就是有一次好像是那个我们去那个就是我们就是芝麻2拍完了，我们要去拍一个综艺。拍综艺我们要去海边住3天，我们就要拍个就是 vlog 的那个综艺。然后走之前呢，我就跟他告别，我就说那个宝我走了之类的，然后就走了，然后就拍摄拍，然后中途呢，其实就是我是有点工作狂的那种人，所以就是中途也没有就是特别就是跟他联系之类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有一天我们好像是要维修什么东西，或者说就是好像是要装一个柜子，然后因为我不在店里嘛，我出来拍摄嘛，然后我那2天拍摄的时候也特别忙，所以就是我们拍摄的过程当中，就是我就说你有那个店里的钥匙，你去给那个维修工人这个装柜子的工人给他开一下门。他说好，他说那个那个晚上他要跟别人出去玩，我说好，他大概下午就到。结果那天装柜子的工人吧，他也是就是那种就是可能有活，所以他就没有准时的来，所以他就从下午等到了晚上。等到了晚上之后呢，因为我们还在拍摄，所以我也没看手机，然后他一直给我打电话，因为他晚上他有一个就是约会他要去，所以他这边还得等着那个维修的那个就是装柜子的人，但是这边又迟迟不来，给我打电话我又没接，所以他就有点急了。
挤了之后，然后那个终于打通了，然后他就说那个我晚上要有事儿，我那个要跟别人约会。我说什么事儿啊？我说那个装修工人马上就到，因为我特意又给装修工人打电话，然后他说那个马上就到，上午就是下午有别的活，现在马上就到，大概1个小时左右然后我就跟他说1个小时，他说1个小时来不及了，他说我一定要去那边。我说你去干嘛去啊？他说喝酒去，他说都约好了。我说人家1个小时就到了，我说你再等一会儿，他说我已经约好了。他就非常委屈，因为当天就是我们在那个就是离深圳比较远的一个郊区，然后他有非常急，然后又是因为喝酒去的，然后我就说那行，我说不用你了，因为我还没有店里的钥匙，因为在他那儿，他又不知道把钥匙放在哪儿，所以就这个整个的过程就是非常的急躁，就是他这边要出去玩，然后我这边呢，人家工人马上就到，然后我要不到那儿吧，工人就装不上就会影响到下个，而且我又离深圳比较远，所以就是当下他一直给我打电话，我其实就急了，我就说行，我说那个啥，我说你把那个钥匙，我说钥匙你放在家里，我说咱俩分手吧，我真的急了。我说咱俩分手吧，咱俩不太合适。我说你把钥匙放在那就行。我说我现在自己回去，结果我就打车回去了，我就跑深圳，然后我就回家了。回家以后，因为我让他把钥匙放在家里嘛，我就把钥匙放在家里。结果一开门的时候我一开门的时候发现家里门没有锁，然后家里所有的灯都开着。然后空调都开着，开的特别大，就屋里就像个冰窖一样，然后开的特别大，所有灯都开着，然后家里就像那个被抢了一样。我一进去我就火蹭一下，但是我拿完钥匙以后，就是这个进去以后，不是说串了，我就是捋一下啊，就其实是我直接去店里了，我直接去店里，因为我让他在店里等我，然后紧接着我就去店里了，然后他说我不想见你最后一面，就是我俩就闹分手嘛，他说我不想见你最后一面，我说你那个你随便，你就把钥匙给我放那儿，结果我回去的时候正巧看见他要走，然后我就把他叫住以后，然后我就说那个把钥匙给我，然后紧接着他就给我了，然后我俩这次就是我就去给那个员工，就是给那个装修工人开门，他在那装柜子，然后他没我就把他叫住了，我说走，来咱俩去阳台上聊会天。紧接着我就把他叫到阳台，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大概的意思就是说，我说你对象是白里屠夫，我就开始给他洗脑嘛，我就给他洗脑，我就说，就是 PUA 他，我说你可能对你自己的人生有点过于放纵，我说你现在去什么酒吧呀？我说你这个年纪是玩的年纪吗？你一开始你跟我说要学程序的工作，你现在你学了吗？我说所有人都像你这样，有几个白里屠夫啊？你对象是白里屠夫，有几个白里屠夫这样的？你说白里屠夫又开电影又拍剧，每天忙得要死。我现在就求到你了我求到你是因为我在外边玩了吗？我是因为玩我回不来，我求你帮我办件事，就这件事你都办不到吗？我说你怎么就不能体谅一下？我说你要随便找一个男朋友的话，他们没这么忙，用不着你，你就不用这么辛苦。但你对象就是这么上进呢，就是我就开始给他洗脑。我说我别的我也不说了，我说你想跟我分手，或者说咱俩今天没有在一起可以，但我希望你下一段感情一定要好好的，对你一定要好好的，就咔给他洗脑。我说我说完了。我说现在你可能不懂但是呢，你未来几年你
再回想起我的时候，你从电视荧幕上看到我的时候，你一定会回想起我的好。我就在那啪啪给他洗脑，我说行，我说完了，你可以走了，你把钥匙给我。然后他就跟我解释，他就说啊，那个我都跟别人约好了。我说行了，咱俩都决定分手了。我说你呀，没有钱我还会帮你的，你走吧。然后我就进屋忙去了。然后他就要把我拉住，他就要拉住我，他说那意思就是说还想跟我好好在一起。我说我们都冷静冷静吧，就这，我们都冷静冷静吧啊。然后我就走了，我就开始跟那个工人啊，我就开始跟工人聊天。然后他走了大概10分钟左右啊，他就又回来了啊，没回来，他直接给我发个微信还是短信我忘了，道歉。他说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他说他好羡慕那个灰灰。我说为什么？他说你每天跟灰灰有很多的交流，跟我几乎没有交流。我说灰灰我都是骂他。他说你都没有骂过我，你今天第一次骂我。就是我看到这个东西，我其实就没有办法去说。后来我就说哦，知道了，以后我会多骂你的。他说还想跟你在一起。我说行，我说那我大概的意思就是说你现在状况也不是特别好，那实在不行再试试。因为那个时候我俩才在一起1个月，我说那再试1个月，如果不行的话咱俩再分，就这么的。然后他就说好的。然后他说那个他走的急，家里没锁门。我说那好，我现在回家去看一眼。结果一进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家里真的没锁门，然后家里就像那个被抢了一样，所有的灯所有的空调都开着。我就能有一个画面，就是说他打算跟我分手了，他门都不锁，然后把所有灯都开着。哎，他妈的，你也别想好，我把那个所有的灯开着，所有的空调都给你开着，我这费你电。就是你知道，就是会有这种的那个，就是会有这种的那个对那种状态。反正我一进屋我就特别生气。我说你在哪儿呢？他说啊，我在那个哪儿的酒吧。我说我限你15分钟给我回来啊！我就把他就是我大概等了就是收拾了一下15分钟。我刚下楼他就回来了，我就把钥匙给他，我说等我回来再收拾你，赶紧给我滚回去，你知道吧？就像那个就有点像那个老爹抓别人那个没写作业，然后出去鬼混，然后去网吧了那种感觉。我说我限你15分钟回来，等他到楼下的时候，我正好也出门，我说回来再找你算账，你现在给我滚回去。然后他就回去了。然后我就那天还是小薇的生日，我正赶着那个12点想回去给小薇过生日，但是还没赶上，就大概1点左右我赶回去给小薇过个生日。拍完了以后，我这个人就是忘了，就是没有特别在意嘛啊。回来以后就是正常的在接触，后来就是因为一些琐事，然后就跟这个小朋友就没有，就觉得不太合适啊，就是有很多细节，因为这个人其实对我没有特别的那个深刻，所以就是有点忘记了。但是接下来的事儿还蛮有意思的。后来我还是觉得说不太合适嘛，然后这个小朋友我说那咱俩不太合适。他说好，我感觉到了。然后我说那你要不你也没地方住，我说要不你就搬到那屋去，然后每天给我打卫生，帮我遛狗，每个月我还给你钱，大概是这样。然后
他说不，我要搬出去。我说那你搬哪儿去啊？他说我搬你宿舍去。我心想他妈的，你搬我宿舍去，那不还是我的吗？知道吧？就是你搬我宿舍去和住我家里有什么区别？他妈的，你有本事你搬走我的视线里啊！然后就是很无语，你知道？他说我搬到宿舍去。我说行，你知道行。然后他就真的搬到宿舍去了。然后你知道搬到宿舍的前2天，搬到宿舍的前2天，那个当兵的那个突然联系我了啊，这不是前2天，是前1个月左右，当兵那个人就联系我了，就联系我，当兵的那个就联系我了，然后他说他马上转业了，因为他跟我说的是半年转业嘛，半年还是1年半我忘了，反正就是后来他就转业了嘛，转业了，然后他说那个转业之后想体验一下生活，就是正常的生活，因为他在部队里他其实接触不到正常的生活圈子，所以说他说老板能不能去你那儿就是体验1-2个月之类的，因为当时确实缺人，我说行你来呗，然后结果就来了之后呢，我就发现就是确实也好，就是也挺好的啊，工作起来也挺好的，怎么样的？但是来了之后，我就觉得他有点黏着我，然后他就非常直接的说，他想跟我想在一起。我说不可能了，我说因为当时他来的时候，我还没跟那个小朋友分手呢，没跟那个三叶草分手呢。我说我都有对象了啊。结果我俩分手以后，然后他就知道我俩分手以后，然后他就想跟我重来。我说我不可能，我说刚跟他分手，我说那个死人了还得头七呢，对不对？对不对？我说死个人还得就是他妈的，这连头七都没过。我说你说的也太他妈快了吧！我说那个才分手几天呢，你就想跟我处？我说我的大脑也回不过来呀。我说我再不喜欢一个人，我也回不过来呀。然后我就拒绝了，然后他有一天他就一直缠着我，然后他跟到厨房，他说就算是不能在一起，他想再一次，他想再。我说我真的没有这种，就没有这种癖好。我说我真的转换不了这么快，你知道吧？我真的转换不了这么快。他就想，他说哪怕不能在一起，也要这样一下。结果你知道更有意思，他甚至在我家门口堵我，然后我就因为那个就是说，因为他那天，因为你知道他是我员工，在我这上班，然后所有人都知道他，因为他住宿舍嘛，所有人都知道，他如果不在那个房间里，那可能就下班了不回家，就很那啥嘛。我就说你有一天我回来的比较早，然后他那天还休息，他就堵在我家房门口，给我吓一跳，然后他就进来坐。我说不行，我说那个小薇在房间里，结果他看到小薇在，他就没进来。后来你知道就是那个三叶草就觉得说，因为三叶草看到这个当兵的这个退伍的这个，然后三叶草突然就跟他打起来了。我听说啊，因为这个事儿不是在我面前，好像他俩就吵起来了。就因为三叶草就觉得说是因为他来了，他要来我才跟三叶草分开的，所以他俩就闹得非常不愉快。那个三叶草就喝多了，他俩就在店里就有点吵架了。然后退伍的这个人呢，他就很委屈，他就跟我说这个事儿。我说对，跟你没关系。我说我不是因为你才跟他分开的，我说确实是因为我俩不合适。他说那我很委屈。我说那你躲着点就好了。紧接着那个就是就是退伍的那个人，家里给他安排了个工作，他在这工作了将近20多天，他打算走了。走之前呢，
他就是想啪啪一次，不能发出声音来呀。反正他就到又大半夜的，就是来我家门口，然后他就跟我微信说，他说那个能不能进来坐一会儿？我说别了，我说你赶紧走吧，我说你明后天你就走了，你说你今天不回去住多不好啊。不的，他说你不给我开门我就不走，大概是这个意思。后来我就给他开门了，开门以后，然后他在那块就是坐着，我说你赶紧回去吧，我就怎么劝也不回去。后来在他软磨硬泡之下，我就问他，我说是不是只要之后你就走？他说是的。然后我这个人就是因为当时也单身，对吧？咱也单身，就再让我这人心软的，就是心软。其实我真不想，家人们，我真不想啊，就是哎呀，心软的就心软。我说好，我说那你弄完你赶紧走，你就心软的，咱们心软，这太心软了啊！后来就发生了，而且可以说这是我人生当中几次排前几名的，就是非常和谐，而且非常美妙，就是很好。然后就结束了，就是结束了之后，然后他就躺在我旁边，我说我特别渣男的，我就抽了一根烟，我说，你可以走了，然后他不走啊，我说你怎么不走啊？他说我今天晚上就想睡这儿，我说不行。就是这个，我说不行，我说你必须得走，我说你不能这么无理取闹，我说你赶紧走。他说你不想跟我在一起吗？我说不想，我说咱俩不太可能了，我说你走吧，以后别联系了。就是这，然后今天他是走了，走了之后，然后他就发了一个朋友圈，大概的意思是说，我以为我放下了，但是我没有，我这次被伤的太彻底了，怎么样，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朋友圈。我当时就会觉得说啊，不是你说怕一次然后你就走吗？这怎么还发个朋友圈？我就是莫名其妙。但是就是这因为当时我确实觉得自己也有点做的不好，反正就是也没说什么，因为他不是说马上他就走嘛，紧接着你知道吗？因为他是10月1号那年的10月1号打算飞回去，但是10月1号的机票非常难买，所以他28号跟我一次，然后他本来打算10月1号他就走，但是他没买着票，所以他待到了10月4号。这个过程当中，紧接着我听到别人给我传了一个事儿，紧接着我听到一个事情，这是后续啊，我听到了一个事情，他们说三叶草跟退伍的他俩谈恋爱了。事情发展的
事情发展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时间点是，他俩为什么能接触在一起？其实是因为，我给大家捋一下，是因为那天我让他搬到旁边房间，我跟三叶草我说你搬到其他房间去住，他说不，我要搬到宿舍去。结果他到宿舍了，没有房间了，宿舍里没有房间了，所以他就跟那个退伍的他俩挤了一张床，好像当天就发生了点什么事儿。后来他俩又因为听说三叶草听说我跟他分手是因为他俩又吵架了，但是后来又在一起了。咱们就说有些同性恋真的就是挺，就是我再怎么的我也不会跟一个就是我的情敌在一起吧，对吧？直到现在他俩都在一起，这样说，你知道吧？这个事儿他俩已经在一起1年半还是2年了，应该有2年了，现在还在一起呢。报复我一下，那我觉得这个也没必要吧。后来我们继续往下说啊，后来啊，我在杭州接触了一个，就是我在网上抖音上，我有一个杭州的一个抖音上的一个小朋友，然后当时其实也是互相有好感，然后他就来我这儿了，他就来找我，但是那个时候正赶上疫情，然后他想过来玩嘛，然后我就说那你过来玩呗，然后我说来了我请你喝酒，然后当时也是互相有点小好感，好多小朋友那咋整啊？那你咱们就是单身，然后就是会接触一些小朋友嘛。然后当时跟那个杭州的那个小朋友就接触了，然后他就来了。你知道人生也是特别奇妙啊，就是来了，他来的当天什么事儿都没有，他马上要到深圳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了那个卫生那块的电话，说我去某某浴池，不是浴池就是洗浴中心，不是浴池啊，就是高档的洗浴中心。他说你跟那个一个口罩的一个疑似病例有同空间的一个接触啊，就是要拉我去隔离，然后他马上要到了。我跟他说，我说哎呀真不好意思，我说我可能不能见你了。他说怎么了？因为当时大家对那个隔离这种事儿还各种猜疑呢，就觉得说隔离了以后直接会死掉，或者说就怎么样，反正就那个时候对隔离其实是恐惧的。我说我去不了接你不行啊，我说不能去接你了。他说为什么？我说我马上要去隔离了。但你知道在人小朋友的视角里边，你不想见我就不想见我，你干嘛撒谎啊？然后小朋友就说怎么这么巧？我说对啊，就是我也不知道啊，他就是让我就隔离啊。然后我当下还很恐惧隔离的这个事情啊，所以他说你什么时候走？
我说，他说来就是那个车来拉我，但不知道什么时候来拉我。他说，那我现在能去找你吗？我说我都疑似我跟他接触过，我说你不怕吗？他说我不怕。紧接着他都到我小区，然后他来找我，然后我们特别梦幻、特别美好的就是说，我们隔着，就是我们在一个小区的一个围墙，然后我们中间大概隔了20米左右，10米、20米左右，我们远远看着对方，他要过来，我说不，你不要过来。他说我凑近看看你，我说有什么好看的？反正就是我们中间隔着很远，然后我们就隔着那么远，然后我们在说话。他说车马上来了吧？我说啊，可能。他说怎么这么凑巧啊？我说是，就像拍电影一样。反正当下我就觉得好浪漫哦，就好浪漫的感觉，就是我们中间隔得那么远，但是我们要对话那种，然后又很可爱的一个小孩。后来他说会不会他们搞错了？我说我给他们再打个电话，我就又给那个打电话，然后他说那个那就不过去接你了，就是那意思，你居家隔离吧。紧接着我就没被拉去隔离，然后这小朋友就直接就凑近了。其实我们也没发生什么，因为觉得年纪太小了，就是大概不到20岁啊。然后那个时候我的那个房子还在装修，然后他就跟我一起装修，然后他就很可爱，就是真的像。我告诉你，跟任何人我都没有像跟他在一起的时候，因为那个人就是这个小孩，因为他不到20岁，真的像孩子呀，真的像我真的像个 daddy 一样，就是看他，你知道，就是我拿快递的时候，然后他拉个小车，然后他就帮我拉快递嘛，他在前面拉着小车，然后拿着快递，我觉得孩子长大了，哎呀，真好。就我要结婚早的话，我孩子应该也这么大了，就这种感觉就特美好。对，不到20，不到20。然后最后也没发生关系，也没在一起。他大概待了几天，然后他就回去了。我也忘了是为什么没跟他在一起，反正就没在一起。紧接着呢，他就大概1-2个月，或者说半年左右，他就谈恋爱了。这小朋友就谈恋爱了。谈恋爱之后，因为他谈的这个恋爱也是玩抖音的，而且这个人我觉得非常好看，算是我的一个小男神的那种感觉。这个小孩就跟我的一个小男神，他俩在一起了。在一起之后呢，其实我们就没有太多的联系了。直到新年，我记得过年的时候，因为过年的时候其实对于很多年轻人是特别无聊的时刻，然后他就发朋友圈，我们不知道是谁先发的朋友圈，然后可能彼此就是因为过年闲着无聊，然后大半夜的我们就聊天，我就问他过得怎么样，他说还行，我说谈恋爱谈怎么样，他说还行，但是就是可能感情这一块还是不太那个和谐。我说为什么，他也没说。紧接着因为我还是怀念那个退伍的那个人的身体 body， 我还是怀念他的 body， 因为跟他很和谐，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很和谐，他又不是那种特别骚的那种，但是就很和谐。然后我就还有他的微信，然后我就跟他聊天，我说你，因为我有一次我看那个 Twitter 的时候，我就看到一个身材特别像他的，我就给他发过去，我说是不是你？他说不是。我说确定不是你？他说不是。我说那你以后不要
你哪怕你怎么样，你一定要小心，不要让别人拍了。他说好，知道了。我说那你过得怎么样之类的？他说还行。我说那你最近有没有乱发生关系？我就是扮那个老色批的那种。我说你最近有没有发生关系啊？啊？他说没有。我说真的没有啊？他说其实有。我说你就是爱撒谎。他说但是发生一次关系他做的是1，他说他跟别人发生一次关系是1。然后我说跟谁发生的？他说抖音上的一个人。我说谁呀？他说不想告诉我。我说谁呀？紧接着他就发了一个截图。这个截图真的是非常的，就是说就是真的电视剧都拍不了这么拍不了。就是你们知道吗？就是有的时候你们就觉得我的电视剧太假了，但是真的就是这个现实就是很奇妙，你知道吗？他发的这个，他说他做1的这个人，就是这个当兵的，这个就是退伍的这个，他说他唯独一次跟别人发生是当1。然后这个我说是谁，他给我发了一个这个人的照片，是不到20岁的那个人的男朋友，也就是我的那个男神，小男神。因为你知道，就是20岁的那个小朋友，20岁那个小朋友一定是0。20岁的小朋友他一定是0，所以我就说你知道，就是退伍的那个他跟我在一起，他也是0。虽然说我那个小男神他也像0，但是怎么就这么凑巧呢？对不对？这往下讲，然后我也没告诉这个退伍的这个人我认识这个人，我就继续听。我说那你俩怎么发生的？他说就是有一次那个这个就是这个我那个小男神，那个好像是去找的他。我想一想，对，去找的他。我那个小男神去那个他的城市去找那个退伍的，然后他俩就发生了。然后我就跟那个就是这个事我其实就放在心里，因为我也不认识那个小男神，我也没有想求证这个事情，因为我觉得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 gay 圈有好多看着像1的人偷偷在背后做0，你们能懂吗？你们能懂吗？你们知道吗？就是我身边有好多就是你们的男神在私底下玩的特别大，特别重口味。所以就是这种事儿吧，对于我来讲的话不是个新鲜的事儿，我就没有想去求证。直到有一天这个就是那个不到20岁的这个小孩，他又发朋友圈，他比较伤感。我说怎么了？他说感觉跟男朋友就是要分了。我说为什么呀？他说感觉他没有那么爱他，他觉得自己就是就是这个不到20岁的这个小朋友跟我的那个小男生在一起，就是很累，就不知道该聊什么，然后就是没那么爱他。我说有没有就是其实这个错不在你哦。对啊，我说就是错不在你，你不要这么就是这么纠结。他说但我就是想不通为什么就是感觉就是有差了那么一点点。他就是有的，就是因为这段感情他其实有一点点就是无能为力，然后他就会有一点自我怀疑，自我的纠结。我说哥哥们，我那个家人们，我真的是一个出于好心的那个就是角度，我说有没有可能不是你的问题？真的我没有想惹这个事儿，我就是真的想安慰他呀，家人们谁懂啊，老铁们谁懂啊？就是我真的想安慰他，我说可能问题不在你，
他说那在哪儿呢？他意思他想不通。我说有没有可能就是你男朋友就是可能跟你相同呢？就是他可能更需要一个，就是我没说相同，我说有没有可能是你男朋友更需要一个保护他的人呢？你知道吗？就是你知道吧？就是我说你有没有可能是你男朋友更需要一个保护他的人呢？他说不，就是可能吧，就是他这个人他就是比较小孩子之类的。我说那个，哎呀，我说那你凡事往好的方面想一想。他说哎呀算了，我决定跟他分开了，我也不想这么累之类的。他说我决定跟他分开了。我说那你都确定要分开了，我能不能跟你说个事儿啊？你知道吧？就是唉我说你确定分开了，我能不能跟你说个事儿啊？他说什么事儿啊？我说你我说你跟你说个事儿吧。我跟你说个事儿吧。我说你听完了以后，你可能就不会那么自责了。他说好啊。我就跟他说，我说那个我就说了，就把这个事儿一五一十的说了。然后他整个大崩溃，你知道吧？他整个大崩溃。这个不到20岁的小朋友整个大崩溃，那意思就是你欺骗我的感情之类的，就是他特别的生气。他说我要去找他。我说行。但是其实就是我心里就在想，我说就是我这是干嘛呢？你知道吧？然后就是他就去找他了。结果小朋友那个问了一串，问完他以后，他就找到我。他说谁跟你说的这件事情？我说谁谁谁抖音上叫什么什么，然后怎么样。我说我跟他接触过。然后他说你把截图发给我。然后我就把那个人的抖音截图发给他。然后他拿着这个抖音截图去找他的那个男朋友，也就是我的那个小男神。20岁的那个人拿到了退伍的那个人的抖音照片，然后发给我的小男神，也就是他的男朋友，对峙这个事情。紧接着小男神拿着这个聊天记录，不是就直接找到了那个退伍的那个人，说怎么回事儿。然后退伍的那个人整个傻了。他说啊，那个就是整个的对话，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因为我看到截图了，就是我那个小男神给那个不到20岁的那个人发了那个截图嘛。整个对话是这样的啊，整个对话是这样的。听说咱俩见面，而且了啊，不是你说的吗？谁跟你说的呀？你跟谁说？你跟谁这么说了？啊，我知道了。你，哎，这事儿弄的是这样。咱俩确实没发生什么，我就是想拿这个事儿刺激一下百里屠夫，没想到百里屠夫跟你认识。我看到这个截图，我就觉得说，家人们，我就不懂啊，家人们就是家人们，我不懂啊，家人们。
太乱了，咱们就是说太乱了，你知道吗？就这有什么撒谎的呀？而且有模有样。他甚至都告诉我说他来了，你知道，就是那个退伍的那个这么跟我说的。我说你俩怎么认识？他说在抖音啊。他说有一次他来那个就是到处旅游，然后他来了那个城，就是他所在的城市，然后他俩就见了一面，然后他俩开了一个房，然后全程那个小男神做零，然后而且他都不怎么出声。就已经具体到这种程度了，家人们，你知道吗？家人们，他已经具体到这种程度了，你说谁能想是假的？家人们，就是他连说啊，那个他全程就是他做零，然后他全程都不怎么出声，你想想这能有假吗？咱们就说你撒谎怎么这么具体？就这么无语。整个的事情发生以后，我也没有觉得尴尬吧，因为我也不懂，我也不知道这个事情详情，但是我就觉得说，我早应该猜到是他撒谎啊，因为退伍的这个人就是按照我后来这几次的对他的了解，就是撒谎成性啊，咱们就是说，就是撒谎成性啊，咱们就是所以我早就应该怀疑是他撒谎的，但是为时已晚，咱们为时已晚，咱们就是说为时已晚。你知道后来，对呀，你知道后来就是那个，就是那个三叶草还来我这酒吧，然后他俩也偶尔还会来我酒吧。然后三叶草就是其实我觉得三叶草我俩是不太合适，但是我俩没有什么毛病嘛，所以我其实心里我就这些事儿吧，三叶草可能不知道，然后包括外界对那个就是退伍的这个人评价都不太好。我其实而且我听说，就是我听说他俩在一起以后，我就问那个退伍的，我说你俩在一起了？他说没有啊，他说没在一起。然后我问三叶草他俩在不在一起，三叶草说在一起了。我听到这个事儿以后吧，我就觉得说三叶草这个孩子是不是被拿捏了？所以你知道有一次喝酒，然后三叶草自己来的，我就跟三叶草我就喝多了嘛，我说三叶草啊，我说那个咱俩在一起的时候我觉得挺开心的，我说现在只不过是因为不合适没在一起了，但是我其实挺希望你好的，我给你个建议，就是说要离开他，因为他不是一个好的一个伴侣。我说你可以跟他做朋友，你可以跟他当炮友，我觉得都无所谓，但是我其实建议你不要跟他在一起，我真的不会坑你。我说咱俩在一起的时候我也没有对你不好，我说我真的不会坑你，我真的希望他都没有承认过你。这个三叶草这个傻子呀，他就回家跟他说了，然后你知道那个退伍的就告诉那个三叶草说以后少去艾尔斯，非是不听呢，知道吧？非是不听，然后还跟他，我就觉得没有办法沟通，这没有办法沟通。你知道后来，因为我真的觉得三叶草这孩子挺好，而且我也高估了我也高估了我在三叶草的心里的分量，我就真的不想。你们不，你知道我从我的视角从我的视角就真的是会觉得什么？首先三叶草跟我在一起过，而且三叶草其实我跟他分开的时候，我其实真的没有想让他搬出去，我对他还是
就是会有一点点感情的。所以三叶草跟他在一起，我其实心里就不太，就是不太了解，我不太了解这个整个过程。但是我听说了以后，然后我就问他俩就是当事人，结果三叶草就非常幸福，一脸洋溢幸福的，就是跟我说他俩在一起了。但是退伍的那个从来没承认过，没有，听谁说的？胡说，没有在一起。要在一起，我就跟你说了，真的没有在一起。你知道，这就是退伍的那个人的态度。这边是我前任，这边是一个人畜无害的一个人，这边是撒谎成性的人。你说我帮谁呀？所以我就真的是，我就一直在劝三叶草，三叶草就是不听，真的就是不听，而且在一起好久，不替别人做选择，说出来还怎么钓鱼？就你们知道，有的时候真的是这样，就是我其实生活当中我经常遇到这种情况，因为你们知道吗？就是我经常会看到一些原本的样子，我能看到一些人原本的样子，但是那些没脑子、道行浅的人，他看不到。所以当我看到了，然后我又对这个人有保护欲望的时候，我就很想让他清醒，很想让他知道这个事情原本的样子。但是我说出来又不行，我不说我还真的很担心他。你们能懂不？就是我看到很多的所以就是我有的时候会纠结，我就是这没办法。我觉得有些人你哪怕你跟他说了，你为他好，但是他都不见得信不信，就是反正整个的过程你知道吧？这个整个的那种大乱套的这种关系网啊，我真的就觉得就是见多了，所以还单身啊？谁说我单身啊？你可能很久没看我直播了吧？都不理我了。宽宽在看你直播都不理我了，那个叫宽宽的啊，咱俩不合适。对，说的就是啊，其实我在深圳最乱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关系了，在深圳最乱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关系。而且你们就是我后来有八卦听到，我后来有坊间有传闻，就是三叶草跟我们店的那个服务员他们也之前就有发生过关系，但我这个事儿我没求证过。多乱的，家人们，你说多乱的！我在这个漩涡当中，我在漩涡当中，家人们，我就是怎么回事啊？我百里屠夫一世英名，我就是躲着这种事儿，我都躲不了啊，家人们，我就真的是但是你说这个事儿，如果它是真的的话，跟我又没关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人家是在跟我之前，人家跟别人发生了，怎么觉得三叶草见一个爱一个？那我就不太清楚了。因为有的人他确实，我不是说偏袒三叶草啊，因为三叶草毕竟是，我觉得这几位当中就是比较没脑子的人。你知道，就是初出茅庐的人，他其实很容易陷入
漩涡当中。我也不是，我可能有点偏袒三叶草，但是可能你们从这个视角可能看的是这样，但我真的觉得三叶草是一个，就可能就之前没谈过什么恋爱，可能是，就所以他就是，他可能就是想跟别人接触，他就可能就是发生了一次关系，我是这么理解啊，我是这么理解，但是你要仔细寻思，三叶草，你说你跟我刚认识，然后你把工作辞了是什么意思？就咱们不能细寻思，你要细寻思呢，你说百里屠夫也不是什么好东西，对不对？就是人，咱们得往那个善良的一面对，咱们得那个三叶草是谁？三叶草你们不认识，他不混圈子。我能在这块这个风起云涌的在讲这个关系的时候啊，就是风起云涌在讲这个关系，他一定没有，就是大家不知道当事人是谁啊，怎么老诋毁自己？与其让别人骂自己，还不如说自己先骂上了啊。对，人人都是三叶草，对，人人开始都是三叶草。我跟大家说一句，就是你们知道吗？就是我刚进圈的时候，因为我在东北啊，就是我又开始回自己了啊，就是我主打一个真实，咱们主打一个真实啊。就是我刚进圈的时候，我是08年我就进圈了嘛，大家从我的剧里都看到了，我在剧里就是扮演一个非常单纯的人，其实那个不是我真正的情况是我是在学校里边是被就是女生伤害了，因为当时我跟一个女同学谈恋爱，然后老师家长都不同意，所以女生又说是我逼她的之类的，反正我就被背叛了。所以从这之后呢，我其实就是很害怕谈恋爱，就是跟女生谈恋爱，再加上我可能基因里边会有一些同性恋的基因，所以后来我就出了社会以后，又有就是又有男人喜欢我，所以我就很自然的我就上网去查，就是关于同性恋的知识。后来你们知道，后来其实我处于一个什么状态，就是我对同性恋又不懂，但是呢同性恋又对我非常好，我是处于这么一个阶段。就是后期你知道吗，就是异性恋都很难搞，因为你们知道，就是异性恋他们出来工作的这些小姑娘，他们其实更想的是找一个有地有房，然后有技术，就是有一个技能的这么一个打工的一个人，他们回老家盖个房子，然后种点地之类的，因为我们是农村嘛，所以说他们想的是这样的生活。我什么都没有，我只有就是我18岁的时候只有一个就是骄傲，我有一个骄傲，所以就是那个时候的女孩也不会选我这种。所以当时就是出现的都是男人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就是跟男人靠近，因为男人他对我好啊，一方面他是精神上对我好，一方面他物质对我也挺好，我就跟大家说这么实在的。然后你知道那个时候的东北，其实他在接触同性恋，在初期接触的时候不会说什么聊聊啊，谈个恋爱呀，不会，大多数大家都要见一面，你好，有视频吗？有地方吗？大家每个就是，反正我那个年代的我啊，就接触每个同性恋基本上都是这么接触的。我们见面就会去小旅馆，你们能懂不？就是所以就是那个时候你能说我乱吗？就是从我的认知当中，就是同性恋就是这么在社交的，你们能懂不？就是那个时候的我的认知里边，特别是东北的同性恋，基本上都是你好，有地方吗？在家吗？这之类的，反正就是大家都是这么相处的。所以那个时候你哪怕你想单纯，你都单纯不了，因为别人会觉得你神经病啊，对吧？人家觉得你神经病嘛，你谈情说爱，谁跟你在那块网上聊啊？大家都是那个时候还蛮直接的，就是有地方。对，反正我那个年代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觉得现在的这个大环境是好的，但是我觉得就是刚进圈子的人，
他就是不会聊嘛。你就是有很多的，就是我的粉丝都会跟我说，哎，图图你是怎么找对象的呀？我为什么在 blue 地上有人跟我打招呼就是想啪吧呢？对不对？有很多人就是见了面就想啪，其实跟我们那个时候也有点相同，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啊，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这样啊，所以说你能说三叶草它就不好吗？啊，他只不过就是反正我是真的会偏袒前任，会有这个嫌疑，但是我觉得就是人人曾经都是三叶草，对不对？对，广智大魔王其实说的很对，就是每个年代其实大家需求的点不一样，而且大家途径不一样，对，是这样的，你就像你们说的说，哎。你天天上软件，你不是个好人。我觉得这句话说的太片面了。百里屠夫这么多年都10年没有用过软件了，他少接触了吗？他就是好人了，对不对？你这个不能按照这个标准，你别定一个标准。其实人乱不乱呢，在自己内心。你能说百里屠夫乱吗？百里屠夫一点都不乱。你说百里屠夫乱吗？他一点都不乱，他每一任都是对象，哎，只不过他理性，他觉得不合适他就分了，那你能说他乱吗？有的人说你别在那块就是以处对象为借口，然后跟别人发生怎么样，我就是这样，我就是会觉得，那你不处对象，你怎么跟别人接触，对不对？哎，每个人理解不同，就是换的钱，不是咱们理性，咱们能看出一些恋爱脑看不出来的问题。你比如说一个人啊，咱们就说一个人，如果说他有撒谎的习惯的话，这样的人一定不要跟他在一起。家人们，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点，我只要看到别人有撒谎的一种迹象的话，我一定会跟他分手。就哪怕我再喜欢你，我觉得你撒谎不行 ，sorry， sorry。就是这样啊，就是你有撒谎的，包括你有体味儿，家人们，我告诉你，有体味儿这个事儿咱别忍，哎，只要他有体味儿，咱别忍。我告诉你，初期你闻到他有体味儿，后期他连遮掩他都不遮掩。哎呀妈，那冲啊！哎呀妈，他之前还为你喷了点香水，后期全原味儿。哎呀妈呀！前3个月装的形象大使，他没事喷一喷，后3个月你试试吧，你忍不了，真的是这样，对，真的是这样。咱们不是一点都不赖玄啊，咱们一点都不说别的啊，就是你一开始你发现一些问题，或者说你及时发现一些问题，不要，就是趁我们还没有就是投入太多，及时咱们什么呀？咱们悬崖勒马，咱们及时止损，哎，就是这个简单的道理。所以说，有的人跟我说，哎，那个白里屠夫你换对象换太勤，我告诉你说这种话的人，首先第一点，他丑啊，他丑，因为他没有机会谈恋爱。白里屠夫你这么多。你不珍惜，我一个都没有啊！你天天换啊！第二点，他就是造谣啊，他就造谣，他不了解你，他不了解你啊，对不对？他就是想回你啊！你说白里屠夫这么长时间，我告诉你，处的每一任，我也不知道多少任啊，但是我记得每一任，其实我都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单元剧的形式拍出来，就是如果要拍单元剧的话，我告诉你，我能拍好多。这为什么能拍成单元剧？因为每一个其实都还蛮用心的吧，都还蛮用心的，龙总是第几任呢？龙总是第3任，不开电台就是因为
故事这个东西，因为我现在大家知道我现在在谈恋爱，所以我在谈恋爱我就没有其他的灵感了，就是我没有太多的精力，我就不能去编一个故事，就是现在在谈这人，我觉得也很稳定，所以就是没有机会去接触其他人啊。对。在我心里来讲的话，我觉得所有的感情初期都是挺装的啊，所有感情初期都是挺装的。你通过1-2个月去接触，我觉得太正常不过了啊。就是所有的感情，你看合适不合适，你2个月之内同居啊，两个月的同居生活，基本上能看明白啊，基本上能看明白。所以就是不要再觉得说你处了1-2个月，怎么样，你分开了就不太好，我觉得这很正常嘛。你也装吗？我现在不太装了，因为我现在就大家都知道我是什么德行，就是我不太装啊，就是我现在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因为首先第一点就是大家知道我什么德行，第二点呢就是就是我没有就是值得我去讨好的人了。就是我现在没有那种恋爱脑的那种状态了。就我现在更想的就是说，我就是这样，你合适你就跟我处，你不合适的话，有请下一位。就是你赶紧那个你走，因为后边还有人排着呢。我就是这种想法，就是没有恋爱脑的那种了，就是没有恋爱脑的那种了，就是反正我也不缺，我就这么觉得，我就不缺，对，追我的人从法国谈不上，但是我就这么说吧，就是还真的是挺多优秀的人的，而且就是我其实也，你比如说有的人就是说讨好粉丝什么的，我不太讨好，因为我觉得有的粉丝，就是他会多想，就有的粉丝吧，你稍微对他好一点，他是我吗？拜托不喜欢我，一定是的，他都对我笑了，天哪！你好，对，什么？对，他喜欢我，你知道吗？你知道有的就是这样，你这，不喜欢这样啊，就是我不太喜欢去讨好别人，或者说我不太喜欢，就是让别人觉得我对他怎么着，我就是，对，臆想症啊，少有为不自对。对，我没有那么，就是我，就蛮理性的。我觉得我现在蛮理性的，就是特别理性，就特别理性。对，就是身边人给我的评价就是，就是我现在跟我玩的好的朋友都对我的评价是说，谁都拿捏不了我，就在感情里拿捏不了我。对，就是不太会，因为我身边有好多优秀的人。当然我说的优秀不是说你们说的优秀啊，就是很多人评价标准不一样，就是很多人会觉得说，拜托你，就那么回事吧。他挺自信的，对，但是我会觉得说，长得一般，身材就那么回事儿。哎呀，他也不知道他每天在骄傲什么，就是好像很多人喜欢他一样。
你知道每个人对成功的理解不一样，我对我自己最满意的一点，其实绝对不是说长相，或者说什么知名度，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对我来讲的话，不是说看重的点。但你们知道，就是说，我给大家炫耀一下，啊，就是我跟大家炫耀一下，就是我给大家炫耀一下我为什么骄傲啊。首先第一点啊，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村家的孩子，然后我初三没有毕业，我就辍学了。我在小的时候呢，就是会对音乐有一点点小天赋，然后也没有系统的去学音乐。但是我出了社会之后呢，我就一直在做服务员。后来直到14年的时候，我抓住一个机会，就是我做直播了。我做直播，然后我就开始赚钱了。赚钱以后呢，然后我又通过直播认识了一些，就是你们口中的金主，然后有金主愿意资助我去上大学。然后我抓住这次机会，我在上大学学音乐的同时呢，我又拍了自己的剧，就等于就是说，就是投资我的人。他拿的钱我省下来一部分，然后我就用来拍剧了。然后后期呢，不光就是音乐，我出了20多首原创，然后剧呢我也出了两三个系列，然后等于就是我整个的25岁到30岁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每天都很充实，然后就是基本上所有的机遇我都抓住了。然后，在30岁的时候，我又迎来一个小的高潮点，就是那个芝麻。然后我又有一个机会，我去做实体，就是开了一间酒吧。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又坚持了2年的时间。然后我不能说自己成功了，但是还是在坚持。然后。我现在就是2套房，两辆车。我今年33岁，对，就是33岁，就是我觉得我整个的人生走过来的话，我觉得我骄傲的点是什么呢？是我很努力，很上进，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觉得你们所谓的男神也好，或者说那些。就是优秀的人可能是因为长得好看身材棒，但是我的视角里边我看到的长得好看的人，有很多人就是之前是男神后来变老了，身材棒的人他们私底下生活很乱。有很多人想在20多岁30岁的时候想嫁入豪门，想找个金主，但是没过一段时间就被金主抛弃了。他们在就是30左右岁的时候，他们反复的再去找金主，等他们40多岁的时候，他们还没找到。这是我比较骄傲的一点，就是我现在已经不用去讨好别人了。你们能懂不？就是我现在的骄傲的点，就是我认识很多的名媛。但是我不就是他们的生活在其他人眼里是很光鲜的，但是我知道他们真正的生活其实不光鲜，就是他们的生活其实让我会觉得，但是我会骄傲我自己，对我会骄傲我自己的点就是我好像又有点小知名度，又有点小的一个。小存款，然后又有点小不动产，然后还有一点点就是上进，对，就是我拥有选择，我拥有选择权，就是我现在不会撒谎，就是因为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以就是让我去讨好的，对，你不是也是名媛吗？我给大家正确的命名一下名媛是什么意思。名媛是那些不用工作就有钱花，然后过得光鲜亮丽的人。我是必须得有工作，就是
我必须得有钱，然后我才能就是对我这个我跟名媛不太一样啊，你们可以叫我明星，对，你们可以叫我明星就好了，因为我说实在，我特别羡慕那些所谓的名媛，他们有很好的皮肤状态，然后有很好的身材状态，其实我很想，但是我真的是懒。我真的是懒啊！我很想变成那样，但我真的是懒啊！但是你说我有没有条件变成那样？我有条件，但是我真的是懒啊！所以就是我看到那些所谓的就是你们眼中的名媛，我能区分我喜欢他们的点和我讨厌他们的点，我不会就是像你们一样，就是说觉得他各个地方都好，就是我不太会。我相反我会非常舒服的，就是我现在的一个状态，就是好像有点底气啊，我有点底气，就是我改天再来听吹牛逼说我吹牛逼啊，我没有吹牛逼啊我真没有吹牛逼啊，就是现实就是这样，就是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开了一间酒吧呀，然后深圳一套房，惠州一套房，然后一辆宝马3系，一辆奥迪一创，存款多少？存款没多少啊。我只能说我的资产，不到，不到，自报家底儿啊，对，其实就是我觉得我挺努力的，但是就是对，但是可能努力的方向跟别人不一样啊，对，不要太露富。我的生活大家不知道吗？我的生活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吧，就是我天天直播，大家应该知道我的一个生活吧，我经常直播，大家应该知道我的生活啊。怎么不去酒吧？哪个老板天天在自家店里啊？对不对？你见过一个老板天天在自己家店里忙活的吗？开酒吧的私生活咋样？开酒吧的私生活，你指哪一种私生活？你指哪一种私生活？那你现在每天干嘛呀？我现在因为我是这样，我现在的一个生活状态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是因为我爸爸因为新冠的，可能是因为新冠，然后突然离世了，然后我就把我哥哥、我姐姐还有我妈妈、我嫂子都接到惠州这边来生活了，然后我要处理家里的事情，因为就是我可能因为我是最小的一个孩子，但是可能我是主心骨，所以很多事情我来处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深圳的房子，今年就是刚下来，就是所以现在处于一个装修的一个阶段所以我每天要忙装修的事情。第三点就是酒吧一些就是酒吧不是说大家表面上看到就是说我要去干服务员的活，因为我们的员工非常够，但是我更多的要去跟一些顾客去搞好关系，比如说
没事请他们吃吃饭呐，或者说带他们出去玩一玩啊。每天的生活基本上是这样的，就是基本上是这样。对，就是每天也不是特别忙碌，但是比较耗精力吧。就是你比如说，就是店里有很多事情，你看我大晚上还有很多电话都是店里给我打来的，店里给我打来的就是这个事儿需要我处理，那个事儿就是我属于，有的时候我在家里我会遥控啊，我会看那个就是店里的监控啊，或者看那个就是现在都是。就是电子的一些东西，你在家里看监控，然后在那个就是手机上看那个后台，看那个预定情况，然后去跟就是很多东西，就是你们能懂不？他不是说在现场做的事情了，他已经是老板也是店长。什么是店长？我不是店长，我们。店长是什么？不太懂啊。你们的就每个人对店长的理解不一样。我就是个创业的人啊，创业的人。对，我现在就是一个创业的啊，所以就是你看接下来的我的计划就是。因为我马上要去上海，然后我要去见一些导演，我们马上要拍那个综艺，我们在就是8月份我们要拍综艺啊，我们要去拍综艺，就是我月底马上要去上海去见一些导演，然后8月份我们要拍综艺，拍完综艺以后我们剪，然后可能到11月份就会上。然后紧接着我们又会拍那个网剧，所以说紧接着我还要成立一个文化传播公司，然后我们还会就是去生产一些产品，比如说衣服之类的，所以就是要把这个文化传播公司也运营起来。所以就是每天我脑子里其实事儿还蛮多的，但是我实际上就行动的一些事情没那么多。我只能说没这么多啊。你33岁怎么老这么快？你直播你听啥呢？我每天做这么多事儿，你说我老不老？谁像你似的，天天捧个手机点着看，咱就给别人点赞，天天给人那个给人评论，老公，我是这样种人吗？对不对？我不老谁老啊？对不对？你能来公司应聘吗？不用啊，就我们现在还没有就是说正式的去做这个事情，而且我不喜欢网络上我不喜欢网络上什么给我应聘之类的，你就直接来现场。你在网上跟我说什么？你脑子不好吧？对不对？你脑子不好，我就觉得就是很多人在我直播间评论去找那个工作，我觉得你脑子不好啊，就你投过简历吗？我知道你谁不？可以聊聊袁成这个人物吗？袁成这个人物其实是我，袁成这个人物其实是我，就是原本这个剧本它也是真实的，原本这个剧本它也是真实的，然后我是袁成。后来我跟龚大虎合作以后，然后龚大虎不愿意演玲，龚大虎的形象也不像玲，所以我就演了玲，龚大虎演的我然后那个高志鹏也是我，现实当中是我被家里发现我是同性恋了，然后那个别人那个就是我用别人的信用卡买手机了，然后别人让我还他，是这样啊。小智不是我啊，小智是虚幻的啊。被酒瓶子抡了没有啊？那个是虚构的，那个是戏剧张力啊。就是
就是你们现实当中要接触我的话，你们会发现我跟我的角色完全不是一个人。在深圳哪里？那不上面不啊没有那个艾尔斯搜艾尔斯啊，大家给他打一下艾尔斯酒吧，搜艾尔斯啊，那个在评论区你看一下这个答案，我这个不方便啊。对，就搜这个艾尔斯酒吧啊。直播3什么？直播3现在不确定呢。我们现在就是先把综艺拍了啊，先把综艺拍了。前晚跳舞的坐在我大腿上，新项目我先不回答，新项目我就，对的，东门的这个啊，新项目我先不回答啊。什么同性恋撕逼的吗？你觉得我像是做这种东西的人吗？新项目先不回答啊，你们自己先等一等。我们就是做好了，我们会集中的去发一些消息啊。我领导和你长得很像啊，所以我其实现实当中有的人就觉得我拽什么，就是我就是有底气吧。我觉得我不能说我比任何人都强，但是我起码比一些网友要强，就是我是这么觉得的。就是有一些网友啊，就在我眼里看来，就是你真的是在一个网上，就是你现实当中你不行啊，就是你好像有点紧张，我好像有点紧张，你在说什么？我为什么紧张？你觉得我为什么紧张？行度，你觉得我为什么紧张啊？为什么觉得我紧张啊？没感觉出来，我都已经张狂到这种程度，还觉得我紧张，所以说就是，就有些人的理解能力太差了，就是我只能说，就理解能力太差了，他观察能力和理解能力太差了啊！就是现实当中，你们为什么就是被感情被骗？人家就是你们为什么会错失一些就是天赐良缘？因为你们的感知能力和辨别能力，包括对一些东西的认知太差了啊，太差了。对，都说我很拽。大家都喜欢单眼皮的小可爱吗？长得丑的你就是三眼皮你都不行啊，你就几眼皮你都不行，你丑就是丑，咱们就是说丑啊。我其实喜欢的是个性，你比如说我特别喜欢小大夫啊，我特别喜欢小大夫的点就是特别听话。你知道小大夫就是那种就是每天都是就是我媳妇儿就是天天就是那种就是说一下班了就要跟我贴，然后我就非常就是烦，我就说上边去，然后她就是那个
就是一定要贴贴。就你知道这种就是，我就喜欢别人强迫我，真的。对，他跟我撒娇，他跟我撒娇，喜欢这种状态啊。你知道，就大夏天的怎么贴呀？不喜欢被贴。天蝎绝配啊，天蝎是好朋友，天蝎是好朋友，但不适合谈恋爱。Sorry， 我都不知道他什么星座，对，我都不知道他是什么星座。我对小大夫其实不太了解，我就珍惜当下吧，我也不会给他做什么浪漫的事儿。我跟小大夫在一起，我也没像之前那个，就是之前所有的我会给他转钱呢，我不太会。这么长时间，我好像都没给小大夫转过钱，因为就是之前转钱的经历太差了。就是给别人转钱的体验都太差了，因为你只要给别人转钱，别人会上瘾，会依赖。你看我跟小大夫在一起，没有给他转过任何钱，基本上都是我就是多花点，他少花点，我也没有说一直我花，就可能是因为前面的感情就是很不舒服啊。感觉他很懂事，是的。你比如说，就是这2天我带我妈妈去体检，我自己也去体检，然后小大夫花的钱，小大夫花的钱，所以就是我其实就会觉得说，哎。我好像今天给他了400块钱，还是昨天那个就是昨天那个顾客跟我换了500块钱的现金，然后昨天还就是被别人拿走了100，就剩400块钱。我说我今天处理家里的事儿，我说我也不在这，我说你过年过那个过端午节也没回去，我说这400块钱给家里买点水果。这是我唯独一次给他钱，好像是，不是我真的就觉得，哎，那个直播间里有没有那种就是有点小钱的这种，就是看直播的这些人啊？我以一个过来人的角度啊，就是有点小钱的这种，然后有点大男子主义，然后喜欢给媳妇钱的这些人啊。我给你们点小建议，就是我真的会觉得说，因为我一路走过来，其实因为我是绝对的大男子主义，然后我会有那种就是爸爸的角色，我就觉得对一个人好就是给他转钱，但是其实转钱真的不利于2个人发展。你们信我这句话啊，就是有点小钱的喜欢给别人转钱的。咱们就是说，我真的是这么多年我走过来，你越给钱问题越大，因为人会有一个依赖性，就是说，哎，你情人节你给我转了520，过年应该是13、14，端午节为什么没有？别人端午节都在发
你是不是变心了？端午节都没有，那七夕总有了吧？七夕也没有，国庆给我转了，才188呀！你知道，就是人真的是这样，就是真的会这样，他真的就是会，真的会这样，就是你。因为我觉得，就是你再有钱，你都会有一个特殊情况。你比如说，就是你看，生意会有一些失败啊，包括你会碰到像口罩这种情况，或者说，什么临时钱拿不出来了，你晚了呀，或者说你没有去做到，他真的会，真的是这样啊，拿腿腿做比，真的是这样。就是我这么多年经验下来，就是一开始不要给别人太多的期待，就是少转点，一点一点转，别一下给他那么大的胃口。你再喜欢一个人，你搂着点。你想想，你一开始给他1万块钱，然后你以后能保持这个高度吗？那你何不一开始给他5块钱，每天给我涨5块？是不是？咱们还能处个1年2年的呢？是不是？是不是这么回事？你慢慢涨，就这么简单。你真的想对他好，那你就慢慢涨呗，是不是？是这样，我真的给大家一个就是给所有的有点小钱的朋友一个提醒，因为百里屠夫不图你们什么钱，但是我希望就是你们持续的有钱啊，持续的有钱。等有朝一日呢，就是说咱们真的卖什么东西啊，咱们能支持点就是你就在直播间给我刷那点玩意儿，说实在的，就是真的没必要。你就是我其实就享受那种感觉，我出了点新产品，百里屠夫是出新产品了，我一定要去买。你知道那种感觉，就是那个其实是鼓励，就你们那点，我告诉你，我卖的东西不可能贵，但是你就那个就100块钱、几十块钱的东西，它成交量上去就是会有成就感。百里屠夫其实在意的是这个成就感。就比如说我卖1块钱的东西，你销量到1000，我都觉得那个真的是数字，而且这个真的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啊！不用给我刷礼物啊，真的不用刷礼物。对我来讲的话，你们刷那点钱都不给我丢的，都不给我丢的，我一晚上还得丢个几千块钱。哎呀，现在丢不了了，现在丢不了了，就之前都是带现金的，就没事就丢，是啊。CD 还卖吗？卖，还有点，还可以卖，就等我文化传播公司弄好了之后，然后呢，就是会有直播，会带货，那个时候你们再来支持我，好不好？你不用给我整这些粉丝团，我一点都不看重这些粉丝团啊，我一点我都不在意，都不在意这些东西啊。就文化传播公司一起来的话，首先服装这一块服装这一块，我首先做到一个垄断，一个什么垄断？就是咱们要做 gay 圈的李佳琦，咱们通过咱们的语言，咱们的流量，咱们的平台，咱们去把所有的那个同性恋的品牌，咱们都拽过来。来了，今天给大家带的什么产品啊 ？T 恤，多少钱？139。我的家人们，你卖139，你开玩笑呢？啊？89，不行，那你拿走吧。那个运营把他的产品给他拿走，再以后不要跟他合作了啊！你给不给我家人面子？你知道，就这9块9上车，就这种，就是一定是这种的啊！咱们就是一定要做到这种，而且就是我们自己也会有产品
啊，咱们自己也会有产品啊。看着吧，我告诉你，我都瞧不起其他人。我告诉你，就是咱们要做，首先，咱们要做，你知道我的优势在哪儿吗？首先第一点啊，我今天我就给大家掰扯，我为什么要做的可能比别人好。首先第一点啊，咱们这边就是头发有点少了。我为什么做的比别人好？我给大家分析一下。首先呢，我自己我就有流量，没事我自己先播一播，后期播不动了，然后我就招一些主播。这些主播咱们也别闲着，这些主播你不是签我这来了吗？我拍剧的时候我就带着你，我捧红你。但是呢，你红了以后你会跑，我先把合约给你签上。你在我这红了，然后你还得给我带货，然后你自己就有流量了，是不是？咱们还差流量吗？对不对？咱们就是走这种路数，然后咱们就是品卖的越多，然后咱们就开始就是分散的，咱们就是选品你们都拿品，都坑位费多少了，是不是？咱们就走这个路数在我这的主播都是小网红，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咱们就是擅长做这些事儿，是不是咱们就是你比如说我店里的那个就是那个歌手，你不是喜欢歌吗？我不付你工资，我就给你写歌，咱们歌随便来你在我这儿你卖了多少品，我给你写一首歌，行不行？你在我这儿带一段时间货，我保证让你上我的剧，行不行？是不是？就这么吃。你有剧了，你有流量了，你有歌了，你有评论了，你有转发量了，你是不是红了？红了以后你带货，你是不是更好带了？然后你是不是还能赚到钱？这种百利而无一害的事儿，然后就循环，大家都變得越来越好，这种事儿为什么不去做呢？对不对？所以说就是陈佩明，我就其实挺着急的，就是你们那么做没有突破口，你们突破口是价格突破口是什么？对不对？所以就是一定我们是想好这个事儿我觉得我的流量不一定是好的，但是我能产生流量就是我能让别人有流量，这个是我比较有本事的我去你那带货，咱们就是首先咱们进行一个海选咱们进行一个海选赐你流量，到时候给你免坑位费是不是这么个道理？行了，今天就播到这儿吧，我明天还有事儿。咱们今天就说到这儿就是很多人不了解我，但是其实了解我以后，就会发现还不如不了解。咱们就是说谁也别后悔，咱们也别后悔拜拜吧，都早点睡吧。睡觉了。